欢迎收看关键时刻，中美贸易战到底谁赢谁输？这个男人给了我们个答案，他是南韩的总统李在明。我们都知道李在明他是亲中派，结果没想到是《华尔街日报》竟然报道一个新闻，他说李在明在赴美找川普之前，他特别寄了一大箱的东西过去给川普，没想到川普一打开之后，开心的要死。为什么？他一打开，竟然看到这一顶帽子。过去我们常讲，川普说让美国再次伟大，但是他记错，这个帽子上面有美国的国旗跟韩国的国旗。他说让美国的造船业再次伟大，而除了造船业之外，包括晶片，包括所谓的核能，我通通跟你美国来合作。那为什么李在明的选择这么重要呢？你看日本媒体怎么形容李在明这个人？他说李在明，他形容他是一个叫做变身。而且它是韩国的封建机，所以是从这样一路看起来，我们讲中美贸易战、中美 AI 战、中美的对抗之下，李在明给了全世界的答案了。对，没错。过去我们对李在明的印象就是说他是什么亲中，然后他是反日，而且他对美国不是很友善，也就简单来说他是亲中派。但是这一次呢，他要去美国的时候，事实上我们如果仔细看他的报道的话，他现在不是什么亲中派，他现在是什么？跪舔美国派，跪舔美国派。为什么这样说？他事实上已经选择了在美国跟这个中国之间，他做出了选择。为什么？因为你看彭博说中国经济这个有忧虑，然后这个泡沫风险加剧，就整个中国经济不是很好嘛。你看韩国他当然知道，李在明他当然很清楚嘛，谁能够让我们的这个国家再次的伟大，当然就选择了美国。好，所以我为什么说他是舔美派？你看今年7月的时候，美韩进入这个谈判的最后时间的时候。这个韩国代表就给了美方带了一个神秘的盒子，那这个美方打开这个盒子里面的时候，正好就是这个一共有10顶这个帽子啊。这个帽子你仔细来看，美国国旗，对，韩国国旗，然后上面的字是什么 ？Make American Shipbuilding Great Again。就玩川普那一套嘛，你觉得川普看到这个帽子会怎么样？爽死了，开心死了，对，这个怎样？我过去以来，川普都在说 MAGA， 对，他就说我们现在南韩要 MASCA， 对不对？我们来搞这个美国造船业再次伟大这个状况。所以你就知道说，实际上，这一次他到这个美国去的时候，把韩国所有的这个大老板全部都找去，然后除了原本的3500亿加上1000亿的这个采买的话，听说他这一次会再加码。核能也要跟你合作啦，然后造船跟你合作了，然后还有包括晶片跟你合作。你看现在韩国是转那个弯之后，全面跟美国结合在一起嘛。所以来说根本没有什么哪有什么亲中啊，然后反中啊，他说只要符合国家利益，那就可以亲近；反之不符合国家利益，我就选择疏远。所以志忠，为什么今天李在明敢送这个帽子？是他知道川普要的是什么。造船业，我们讲，川普认为造船业对于美国来说，压力也太大了，已经烂了这么久。是，现在这东西李在明可以给，所以李在明真的也是把所有的筹码拿出来说他的。没错，实际上我们有讲这一次的这个川普念兹在兹，就是美国的国安。那美国国安来说的话，他未来要跟中国在这个世界上匹敌的时候，照你知道现在中国的造船业，这个他们的军舰是下水饺一样，对。美国根本就造不出来，所以呢，他现在呢。这个所谓李在明，大家也看到说川普的忧虑，所以你看他这一次就说，这一次李在明来到这个美国访问的时候，他会去参观这个厂，这是造船厂，这是韩国的韩华所买下的一个费城造船厂这个地方。那事实上这个地方呢，过去其实非常烂，你看他工人呢，其实速度很慢，然后也很懒散的一个状况。那结果没想到呢，这一次的这个韩华在去年买下来之后，他约莫用1亿美金买下这个，然后买下这个之后就变成因为美国的这个船舶的生产基地。韩华就带了非常多工人来，他把那个工人增加了1倍，然后制造能力增加了3倍，然后他说这个能够角逐所谓商业还有海军的这个造船合同。韩华想要这个海军造船嘛，那当时来访问的美国海军部长还看到这个说，哇，这赞！我们这个美国造船厂从来没有这么快的这个速度，因为以前的速度真的很慢，所以他们看了也傻眼。对，我们以前超慢，结果你们来后，整个工具、整个机械、整个人、整个 SOP 是没赶快。好，那你说只有这个造船厂没有？因为韩国决定要投资大概1500亿的美金，全部都要在投资美国的造船厂，他要收购美国的造船厂，还有劳动力培训。还有供应链的重组、维修，还有其他领域，所以这个对美国来说非常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实际上韩国的造船能力是世界第2，对，第1是这个中国，第2就是韩国，第3是日本。那过去其实韩国是第1，但是他被中国打败，所以某些程度来说啊，
他为什么要选择跟美国造船业在一起？因为中国是我的竞争对手嘛。我如果跟中国亲近，我绝对拿不到那些订单，那我只好往美国跑。所以这个是显然这是李在明他们的考量之一。好，另外一个是什么呢？我们知道说，事实上韩国蔚山有营运一个全球最大的造船厂，这个 HD Hyundai， 它是在韩国嘛，对不对？那他是说什么？我如果在韩国如果假设我在韩国建一艘美国的驱逐舰的话，只要美国的一半的成本，还有2/3的时间，所以照理说你应该到韩国去造，对不对？但问题是现在卡了一个问题，就是美国的法令就是说我没办法让你这个美国的军舰不能够在海外生产，那不能在海外生产的时候，他们就说像这个蔚山造船厂，你来，所以蔚山造船厂已经准备哦，他现在准备也要去，我在这个蔚山的厂呢，我现在就开始接一些美国的订单，对，他就说现在已经开始在美国的军用的这个所谓造船业者，还有商用才能造船业者，就说，我们来指导你，看你怎么在美国提高你的这个制造能力。再来，我要接什么？我要接美国的这个军舰。我们知道美国的第七舰队很多海军舰队，他们每一次，他们每一次只要出了什么这个要维修的时候，都弄回美国去嘛。但问题是美国的工人就慢啊，速度慢，那怎么办？所以现在准备就是说，好，这样我们就把这个韩华的海洋还有 HD Hyundai 呢，我们就说未来美国的这个很多维修工作都是要给你做的一个状况。所以第7舰队更不用回到美国，旁边就近韩国，对，修得快 ，CP 值又高，对。但是而且你知道吗？这一类的维修工作其实利润并不高哦。但是他说这要凸显什么？我们是美国的盟友，而不是对手。我们得是为我们的建立所谓信任必须做的事情。所以你知道，事实上这会给什么？这也会给这个日本压力。我刚才不是说吗？世界第2大的造船国是韩国，第3大是日本。对，现在韩国跟美国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日本怎么办？所以除了韩国之外，未来日本搞不好也要跟美国合作。所以这等于是一次我用韩国当成是个敲门砖之后，就把整个日本的这个造船业也跟着进来。那么讲，实际上这一次的这个李在明，刚才你主持人形容说他是什么风向机，对不对？那这不是我们讲的，这是谁讲的？日本媒体讲的，产经新闻讲的。你看李在明大统领变身，对不对？韩国的封建机，他用形容封建机，封建机其实就是风向球，他很会看风向，拔草观风向，说被对赌嘛。他现在显然就对这个所谓美国这一赌嘛。好，那这是韩国讲，这个日本的媒体讲的，这不是我们讲的嘛。那我们过去对李在明印象最深刻，就是他这一段话，我们为什么要刺激中国呢？我们就说声谢谢，对台湾也说谢谢，这样不就好了吗？中国跟台湾内的问题会变成怎么样？跟我们什么关系啊？他完全切割哦，台湾的事情不关我的事，是我们跟中国也要很友好啊。对啊，所以呢，事实上他过去就是这种态度。你看，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画面，那我干嘛选边啊？问题是赵尔，那他现在跟美国在一起之后，你觉得中国会怎么想？中国当然不爽嘛，但是问题是，你知道，事实上，这个中国最近还是有发一些评论出来。你看他的社评是什么？回归建交初心，中韩关系方能够行稳致远。他意思是说，你要想回我们的初心，对嘛？你不要再靠向美国了。对，没错，他就是你看，他说这个虽然中韩关系曾经陷入多次僵局，但是韩国新政府上台后，多次做出重视对华关系的积极表态。中韩关系也迎来了改善的这个新契机，然后中韩关系基于双方的这个共同利益，好两国的这个利好两国人民，不针对任何第三方，也不应该受制于任何第三方，一个战略自主的韩国才能赢得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的真正尊重。好，赵尔问你，你要战略自主，对不对？问题是现在韩国是怎么走呢？他已经跟美国贴在一起吧？我跟他讲，为什么会跟美国贴在一起？第一个，因为他现在跟美国的造船业结合在一起，美国造船业是要用来做什么？做军舰呢？那军舰用来打谁？中国。打中国，所以中国怎么有可能会相信李在明？其实他绝对会对你有一点不好的印象嘛，对。然后你看这次李在明，我觉得李在明其实是蛮明显的表态的。你看他这一次他来日本访问了，他这是从这个日本跟韩国建交以来他是第一个韩国的总统是没有先去访问美国，他先来访问日本的哦。而且你看他见石破茂说，石破茂像10分亲切的朋友。真的假的？石破茂不是大家都形容说什么他很难相处？对啊，结果他说他10分亲近。赵，你知道吗？事实上，这个所谓李在明他有一个这个前老板叫做文在寅。对，文在寅他跟日本闹得多不愉快，他跟安倍晋三闹到非常不愉快，还搞到安倍晋三制裁你哦。然后他当时还说什么啊？我们过去这个日韩之间签的条约，这个所谓赔偿金全部都不算。那当时这个文在寅的态度让韩国人说你赞。就这一次，这个李在明就说，我们过去签的我都承认。
韩国人很多人在骂他，但是他们不管，反正我就为了国家安全。你看，他说所谓的外交，然后什么亲中或是反中，只要符合国家利益，那就可以亲近啊。那和重要国家之间，我们无法轻易说断就断，甚至是搞仇恨。而这个衡量标准就是我们国民的生活品质跟生活条件。简单来说啦，就是说吃得饱穿得暖就这样子啦，我们生活好啦。然后他说我被说什么亲中、亲北韩、亲俄，甚至亲共，还有人骂我是共产分子，但我不想再继续纠结那些。所以显然他这次做出了一个非常重大的决定，在韩国的经济跟国家利益之下，他选择了站在美国这一边。所以世总这样一路看下来，李在明已经讲得非常非常白，也难怪我们刚刚讲到中国的社评里面，来我们看到这里，他说什么？利好两国人民，对，不针对任何第三方，也不应受制于任何的第三方。对，这代表一件事情，亲爱的，你不要跑走啊！我要紧紧的拉着你，你看起来就要跑了。对，照了简单来说了，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女朋友明明要分手，就说我们两个还是不错啊，你不要这个我不相信你有别人啊，我们还可以继续的合作啊，这样。但是问题是人家就跑了。你看他不指明哦，不针对任何第三方，还有不受制于任何第三方，一直第三方就是美国嘛，所以你看他就是这样的意思嘛。所以你讲，事实上中国已经觉得说啊，你大概是已经像了这个变心的女朋友，现在虽然还没有跑啦，但你已经这个墙都已经快要跨出去了，他大概是已经无法阻止了。好，那我跟他讲。这样为什么李在明会做这样的选择？第一个当然是我跟他讲，目前为止韩国很多产业其实都跟中国竞争，譬如说像这个我们刚才讲到造船业，对，另外钢铁业也是，对，另外包括电动车也是，汽车也是，然后包括面板也是，低润也是，他都跟他竞争。所以事实上，李在明如果聪明的话，他其实真的不应该选择中国那一边。那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因为中国现在为止来说的话，其实经济真的不太好。可是你要觉得，很奇怪啊，经济不太好，为什么股市一直在往上涨？但是涨到什么程度？涨到你看彭博都说，中国股市无视于经济忧虑，泡沫风险加剧，就是泡沫越来越高了。因为嘛，你看，如果我们去看中国的这个经济来说，中国的经济消费很差，然后那所谓的这个投资的部分，因为工厂不好，所以也很差。然后政府一直不断的这个刺激是很不错，但是进出口来说很差。就是说他们进出口也都很烂，所以中国的3个引擎呢是全部熄火，只有政府部门在往上走，就这样。事实上，所以人家就说经济明明很烂啊，很烂的时候，结果没想到股价一直在涨。股价一直在涨的时候，为什么股价会涨？赵文知道为什么股价会涨？为什么涨？因为他们房价也跌，这个屋价房价跌，车价跌，什么都在跌，所以民众不愿意消费，不愿意消费怎么办？我们去炒股票。那炒股票，尤其这几年来说，中国在炒什么？炒 AI 股，全世界炒 AI， 他们也在炒 AI， 所以现在整个 AI 股在中国大陆一季也是爆红的一个状况。这很吓人这1个月内增加了1兆美元，不是人民币是1兆美元它的这个上证综合指数登上10年新高，是这沪深甚至已经从低点反弹超过20%，没错，很吓人对，好，我跟你讲，在涨什么？涨一些所谓科技类股，就跟我们台湾一样，我们台湾也在涨 AI， 对不对？美国也在涨 AI， 中国也在涨 AI， 但是问题是你 AI 要涨，真的你涨假就变成 BI， 为什么这样讲？我们跟他讲几个公司，第一个，我们对比台积电，台积电是世界第1大的晶圆代工，中芯的技术就不是太好了吧？它目前为止最好的就是7奈米而已。我们讲台积电目前的本益比大概20倍，它今年大概可以赚58到59块，那它现在1180块嘛，我们除以58、59，大概20倍那好，我问你，中芯国际你觉得它本益比要多少？应该比台积电低嘛，对不对？就照了它104.5倍它是台积电本益比的5倍。那本益比过高的意思就是它股价被高估的太严重嘛。那你看，这就是一个问题。好，再来我们讲寒武纪，中国 AI 第一股。对，照我问你，全世界最重要的就是辉达，辉达是 AI 股票，对不对？那你知道它本益比多少吗？它本益比目前它本益比是比较高，但是它现在为止大概也只有40倍。那因为它全世界 number one 也共好，那我说那寒武纪你觉得要多少？寒武纪照理说80、100好不好？这样，这是我们找出来的市盈率就是本益比5539倍，不是5539，对，5539倍，也就是说他才赚一点点钱。
但是问题是股价高估太严重，就是 A 股那边乱炒作的太明显，所以你知道为什么彭博都会说你这个太扯？对，我觉得其实如果你仔细去看，真的是这样。但是问题是中国就是他们自己在玩的，那其实外资也没有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那中国吵架就是这样吵，所以你就知道说，事实上连这个中国内部都已经有人提出警讯了。他说什么？中国资本市场一直是融资者的天堂，这个投资者的地狱。为什么？投资者的地狱。对，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我跟大家讲一个数字哦，这个中国最高的指数以上证来说，最高在6000多左右，6000多左右，目前为止也还没有通过那个数字。那你知道，事实上在这个2000年左右大概是3000。现在也大概是4000左右，很多人都说，20年的时候，我当时穿一件内裤进去，现在还是一件内裤出来，就是一模一样，没有什么变化。那甚至如果你是6500买的话，人家就说你穿了一套西装进去，现在是穿的内裤出来。所以现在为止，还是很多投资人赔得很惨。但是因为资金进去之后，就开始狂炒作，目前为止 AI 股就这样泡沫化。所以彭博这样解释，的确，我觉得对中国来说压力非常大。那为什么这样讲？我们就讲。你回归到这个实体的这个经济面来讲，你看最近呢，恒大从港交所下市，留下1300处的烂尾楼，负债是3000亿美金，3000亿美金，当然没有听错，是3000亿美金哦。好，那整个恒大市值只剩下21亿港币。另外一个现在被大家讨论可能是下一个恒大的叫什么？比亚迪。对，比亚迪目前为止来说，因为什么？因为它的压力非常大。你知道，我们只要看这个东西，大家就知道。你看这是什么？日经中文网报道了，全球 EV 电池供过于求，高达3.4倍。你不用看错，3.4倍。那 EV 不只有 EV 电池吗？没有 ，EV 也是一样。中国的整体的这个电动车产能，大概1年可以卖到可以生产到3200万台。对。那照你知道，现在全世界的需求才说1000多万台啊。那你这怎么能够？你这比亚迪一定是杀来杀去，杀到大家见骨为止。你看他们杀到什么程度？你看加速外卷，然后中国电动车要投资海外超过本土，不是因为本土已经饱和了，对，没办法杀到国外去了。照你知道现在杀到什么程度？杀到什么程度？杀到连中国的这个所谓宾士的车都已经变成是白菜价了，真的假的？宾士都撑不住啊！除了我们要讲的一个是电动车，另外一个是车市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叫光电产业。光电产业里面来说，光伏就是我们台湾说的这个太阳能哈。那另外一个还有他们的这个 EV 电池，你看121家光伏企业总负债是2万亿，就是2兆这个人民币。然后169家的储能上市公司总负债是2.5万亿，就这个2.5兆，然后加起来的话是负债6兆。所以就知道事实上中国的经济真的是千疮百孔的一个状况。那尤其是它目前为止跟美国又处得这么不愉快。好，那我们在讲。为什么很多人就说中国炒作太严重？我们给大家讲一个例子，那叫做普洱茶。我不知道如果你有没有喝过普洱茶，或者你有收藏普洱茶。过去几年呢，普洱茶是大家都在收藏的东西。就你看，这是《南华早报》说什么？今年的普洱茶波动大，曾经被投机者和投资者视为是硬通货的高端产品，今年已经跌到2019年来最低价格，所以都跌得很惨。那当然最有名的就是什么轩辕号这些东西哈。那照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所以它等于是我过去以为买了之后，我过几年我还可以卖，涨价嘛。现在那别人不要了。对，好，那我们就讲以这个大益生产的这个轩辕系列的茶饼哈，2017年一个15公斤哈，它大概是7万块，折合新台币是30万。然后2021年呢，飙到188万，哇，涨到700多万，涨了20倍啊，对不对？然后2023年回落到108万，大概是458万左右，也还有赚嘛。但是呢，今年6月之后，它现在已经跌到38万人民币，然后变成是161万，所以等于是你看泡沫化很严重，从7万涨到188，然后再跌到109，再跌到38，那现在还有可能再往下跌哦。所以这告诉你什么？这就是中国炒作。有的人看中国不是只有炒这个所谓的普洱茶，这个很多红酒也被炒过，然后包括说像这个所谓的白酒也被炒过。那现在是这种最新的就是炒他们的股票，炒得很夸张，之后，问题是我觉得没有基本面的支撑，到最后可能真的就会形成一个泡沫的现象。国正，我们刚刚特别提到，现在我们的台湾的这个所谓的龙头 Momo 电商的龙头，最近竟然受伤了。你想说为什么？原来是酷鹏大举入侵了台湾。为什么酷鹏它会大举入侵台湾？原来他们在韩国遭到了中国的追杀。当中国要让全世界来内卷的时候，
将会掀起一个很可怕的事情。所以李在明为什么要亲美，为什么要抗中，是因为他深受其害。所以他们韩国企业也一样，面对中国企业的严重的倾销跟低价战，所以他们在寻找一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寻找一个美好水草的地方，是又亲美又抗中。那你可以想象，全世界抗中不买中国货的地方哪里最多？哪里消费者最多？当然就是台湾，因为我们坚持不会买什么中国便宜产品、中国廉价产品嘛，所以他就发现说，我被中国打得很惨，韩国他家后院在失火，他们就像被中国人赶走的匈奴人，现在跑到哪里去？跑来台湾打台湾。所以今年第2季法说会的时候，你的意思是说，我们就像过去历史上的罗马帝国，汉武帝把匈奴一驱逐后，匈奴就去统一了罗马帝国。对，就像这样的蛮族已经入侵到台湾，他们在寻找什么？寻找就是这一张。对，他们在寻找什么？寻找一个美好水草的地方。这个水草是什么？最讨厌中国的地方。那你想一下，全世界最讨厌中国的地方，除了美国之外，除了川普之外，所以他亲美嘛，对不对？要帮助美国。对，还有另外一个地方是哪里？当然是我们伟大的台湾，他们锁定台湾而来，所以现在锁定台湾，所以酷鹏第2季法说他们开会，台湾要去哪里打市场？台湾，所以整个法说会提到台湾22次，他的执行长提到10次，全部都在讲什么？我们要攻击台湾市场，我们要倾全力杀价竞争到台湾市场，所以它第2季很厉害啊，在台湾营收成长54%，连增幅超过3位数，超过100%，很强而且第3季还会更强，2028年要超越Momo，成为台湾第1大的电商。那他现在跟台湾的几个品牌都在合作，然后砸钱做 AI，AI 做得非常的厉害。然后金喜范讲了10次台湾全力投资 AI 在台湾，所以他 AI 厉害到什么地步，你知道吗？你的点阅你在点阅一个产品的时候，它已经开始在布局物流了。你会发现哪些热门商品，可能你知道我们在新北点阅我们在台北点阅嘛，它就开始把货往新北移动，把台北移动，然后就准备送过去。它透过这样的高科技方式在打市场，所以进步的非常快。然后接下来干什么事情？杀价低毛利你知道它做6000亿营业额，结果主要原因是什么？亏损很大，主要原因是因为台湾投资增加，要折旧跟摊提，然后全年怎么样？亏了将近10亿。所以今天酷鹏杀来台湾，他根本是砸钱的。对啊，因为他在抗中找一个抗中的地方，然后被中国企业打得非常好学的都是中国企业的招数是什么？负毛利他是没有在赚钱，负毛利战术，没有在赚钱的双面刃的，规模越大亏损越大。所以我们来比一下市值嘛酷鹏的市值大概9000亿台币，Momo1500亿，我们统一超现在 PC 用现在是一家大概3000亿，结果他营业额做6000亿对，他亏钱，因为他学的都是中国人用。你说他2022年他赚了6300营收，结果他的净利22年亏损将近台币30亿元，将近30亿。我告诉你，第2季它亏损多少呢？扩大上修到10亿美金，然后整个会议上都在讲台湾。酷鹏现在没有退缩的本钱，只能继续往前冲，全力的在打台湾市场。你知道它非常的大，它雇员是6万人对，我们不要小看这个酷鹏它现在已经是三星跟现代之外，韩国第3大的雇主，第3大企业。所以我们网络家庭的董事长张宏志他怎么说？你知道吗？拼多多、淘宝大量倾销产能，结果酷鹏跑来台湾打什么战？打资本战，就是他资本额有9000亿，亏钱在做生意。所以我们现在是网络家庭小心翼翼，会有苦日子啊。然后用 AI 在打嘛，接下来他只能干嘛？所以网络家庭的张宏志张董事长说，我们只能跟资本前面结盟跑去跟统一结盟打跟统一战，因为30年前他们知道什么蛮族入侵，外商要来了，所以他们要抱团统一。我主动去找统一的，他们要 OMO 就是线上跟线下整人，因为野蛮民主来的，要抱得非常的紧。那当然，酷鹏现在用什么招数来对付中国？学中国招数，在台湾用低价高毛利嘛，用杀价赔钱的方式嘛。那在台湾就打了，就很像当年的匈奴打到罗马帝国。对。可是对付中国，他们还是有招了，所以我们要看一下韩国最厉害的是什么？韩国除了那些造船之外，它还盛产一个产品是很厉害，叫韩国裁判。韩国裁判是非常强的，韩国裁判，所以天母拼多多在韩国现在是像天母拼多多很厉害，现在有将近300万的用户，它成长非常快。那再来，这是淘宝全球速卖通，它已经吸引了韩国过半的电商，而且韩国出口商品它要超过将近2000亿多台币韩国裁判怎么打？我就开始打你，要抓你什么？他们的资讯委员会就说，
天母你善用韩国个人用户的资料转移到中国其他国家，所以违反个资法就罚你10万美金，所以开始他罚了100万美元，100万美金。哇好，韩国最厉害就裁判嘛，法院。裁判就开始出手，个人资料个资法保护委员会，接下来公平交易委员会跑出来说，你也违反公平交易哦，你的这些产品有广告公正性的，就是广告不实的意思，我也罚你。所以韩国就用这招来打所谓的中国业者。所以他第二个又罚他784万。韩国裁判倾巢而出嘛，用司法的方式在打中国业者嘛。可是我们其实也没有办法避免这个事情，因为韩国为什么要亲美？为什么要找一个抗中的市场？是因为他真的被中国打得非常惨，所以他只好赶紧离开韩国市场，去寻找一个非常好的地方。那这个地方是什么样好地方？不喜欢中国地方，所以台湾就深受其害。所以国政这样一路看下来，为什么李在明他要跑去跟亲美？因为我就是被中国欺负过的人，所以我今天各种方法，我都不要再跟你再合作了。所以他不止不要跟中国合作，还想尽办法对付中国。但是他比较厉害的地方是，还把中国招数都学会了，用他最讨厌的中国人招数跑来台湾打市场。所以我们为什么要面临这个世界，就会看到原来韩国这个改变就是跟中国走太近，你是会倒大霉的。不是，我们刚刚有特别提到，为什么中国的股市一飞冲天？大家说什么？跟炒股一样，因为你的房市不好，你的消费不好，你的车市不好，大家没有钱，大家想要赚钱，往车市走。现在对中国来说，最尴尬的是什么？你经济差也就算，我连吃饭都没办法吃饱。你看到这个画面是什么？这是2022年中国最爱搞这种食堂，人人都有饭吃，每个哇开心的放炮啦。就几年后来，你看到所有的食堂1间、2间、3间。都关门了，没饭吃了，是断粮哦，这真的叫断粮，断粮没得开了哦。主要原因，当年啊，2022年那时候弄这个食堂，主要就是说，哎呀，就是说什么官员要带头这个要开始省啊，所以百姓这边吃饭也要省啊，对不对？所以呢，就那种食堂，那个一来可以就是照顾一些老人家基层的，因为它的价格都非常便宜；二来事实上也可以把这种所谓的节省食物、不要浪费的这种文化给推广下去。所以短短的1年之内哇，全中国铺天盖地开了1700，至少就有1700多家。那你知道他们事实上为什么可以讲说这个便宜呢？就是说，我跟你讲，比如说这个一个套餐要12块人民币的，我们现在呢就是只要人民花8块。然后其他的4块，我地方政府帮你支付了，用这样的方式，这很好很好，很好。德政就也是因为后来人家受不了，因为你地方政府也穷了，没钱补助给你了，没有补助了，所以现在1700多家，据说已经关到真的全部都关了。所以你就知道这样的政策啊，违反市场这种政策啊，本来是响应你地方政府或者响应你看到当初2022年，你看这个画面，对，吃饭要排队的，因为很便宜。你刚刚讲12块，竟然只收8块，结果人潮这么多我跟你讲，这要我看了我都想去吃，你知道为什么吗？他说他这个12块套餐啊，是2荤1素啊。3样菜而且你2荤1素，你有什么？你有鱼可以选，你有狮子头可以选，你还有什么花菜炒肉，这就像这个都算是那个荤菜哦。对。所以呢，你看那个其实看起来还不错。然后素菜好，有的人如果吃全素，如果是全素菜，你知道多少钱吗？才4块，4块人民币也太便宜了吧！所以你就会知道为什么那时候一开始出来说，哇，真的，比如说菜色啊，然后呢分量也都不错，真的是可以讲给抽办。然后呢，很多人老人家就讲说，好啊，我住在附近的老人，那我就来这边吃，我就不用开火，这很方便。所以你看，当时在推出来的时候，大家都还蛮开心的。结果后来越来越糟心，就发现不行了。为什么不行呢？因为菜啊、肉啊各方面成本都贵了。然后呢，本来不是说把地方政府补助4块，现在地方政府不补助了。然后呢，那我就涨价，所以我就变成12块，涨成12块之后发现，不行因为什么不行？大家好像就是来吃装超大碗的，所以变成这样子，就美和，你知道吗？美和他就到最后他就会说，好，那我们不行，我们可能就是分量变少的情况之下，后来就发现，就算分量变少也没有办法，所以到最后就越来越惨。然后呢，你看你现在画面上看到这个餐馆怎么样？它竟然3开啊，然后但是3倒闭，这为什么3开3倒闭？你的意思是说，他3次开业，这陆陆续续可能倒了开，
这样3开3次。是，然后呢？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真的太难经营下去，因为真的入不敷出，因为真的不符合成本。好，让你想吧，从7块涨到10块，后来10块发现还是不行，为什么不行？因为还是入不敷出啊，所以后来就关了。关了之后呢，在2025年的年初的时候，又来了一家，然后来开。他来开，我跟你讲，他这个人是玩什么？他说他在其他地方他已经有经营了，所以呢，他等于是多开一家店，想说这样的成本可以摊提的一个情况之下，应该可以熬得过。开不到两个月又不行了，因为发现真的那个成本很高，所以到最后就宣布啊也关了。然后同样的情况嘛，就是说什么中国啊从以前到现在很多政策开始说讲很大声，我要怎样我要怎样，好响应的就撑不了多久就倒了。同样情况都有你说像是这个，他用3600万建客运站，看起来非常美，结果他10年根本没有启用。这些都是假的烂尾楼，那你干嘛花钱去盖呢？因为当时政府说要冲 GDP， 所以要响应政府政策。所以呢，这个黑龙江啊，我跟你讲哦，它事实上是同一年2015年哦，它弄了2个车站，一个就是刚刚提到3600万这一个建东的这个客运站，这客运站是盖了从头到尾都没有正式使用哦。那没有正式使用的原因是说什么？有人说是因为还有钉子户没有迁走，怎么可能有钉子户还没有迁走？你看明白吗？然后有人说是因为货款没付清，变成烂尾了。然后呢，就还那个工厂就跳出来说：“你讲什么？我们没有烂尾，我们有盖好，是你们货款没有给我们，所以就没给钱的，是没给钱，所以到最后呢，就变成就烂尾在那边。这是其中一个。另外一个更夸张，花了5000多万盖了另外一个车站，叫六合客运站。六合客运站它是有启用哦，盖得很漂亮哦。我说占地哇塞多大，你知道吧？它的占地2万平方米的一个六合客运站。结果呢，它开幕了一年多之后，因为黑龙江这个地方说实在，平常人来的就少。然后开幕了1年多之后呢，入不敷出，结果5000多万就这样撑不到1年，在1年多不到2年的情况之下，又打水漂，所以宣布又倒闭了，又关起来了。所以换句话说，光是2015年啊，这个黑龙江的那个政府啊，他就花了大概8000多万，就盖了这2个车站，结果一个撑不到2年，另外一个是搞了10年，从头到尾都没有营业，到现在还烂尾在那里。宇轩，现在中国，习近平真的叫内忧外患。内忧是什么？我们刚刚讲，他的经济遇到非常大的困难。外患是什么？除了美国之外，更多的是什么？我的盟友去了哪里？你看到这个画面，这是金正恩，他今天曝光了这个，他因为在这个所谓的俄罗斯的战场上面，他的士兵死亡的这个画面，他竟然哭了。这哭代表一件事情，这个所谓的俄罗斯跟中国的交情可能没有这么好，你看到俄罗斯跟朝鲜，这才是兄弟，这才是真感情的。对，过去都讲说邪恶走心，讲说中国跟北韩呢就是难兄难弟，但现在呢，北韩跟你讲说 no， 我们铁血兄弟，我把我的铁，我把我的血都交给谁？交给俄罗斯，交到人家的手掌心。你有没有看到为什么金正恩抱着这些我们讲的凯旋归来的弟兄们，一把鼻涕一把眼泪，金正恩是怎样抱着他的金樽玉躯就这样把这士兵紧紧的拥在，而且他的脸部你要仔细看嘴巴还抽了几下，眼角还抽了几下。虽然说呢不是英雄呢，我不能轻易落泪，但是我们讲金正恩强把他的泪水含在他的眼眶里面去。你再看一次这个画面，我看了我都起鸡皮疙瘩了。为什么他要这样演？他来跟你讲一件事情，这些兄弟们都是从乌俄战场里面带着鲜血、带着烟小尾回来的。真的要哭了，他在忍着。对，因为领导人不能轻言落泪，但是呢，他的内心充满着澎湃汹涌。但我心想说，所以你北韩最近跟南韩打了什么仗吗？不是他是帮俄罗斯打仗。对，那知道为什么他要感动这样万分？而且这个北韩的国旗用最高的军礼一面一面来，神情哀戚，因为俄罗斯的事情就是北韩的事情，就是我兄弟的事情。我兄弟出事，我就派人去，而他们去帮俄罗斯打仗，就是为国捐躯。所以你仔细看这些人都是我们讲王者罹难的弟兄他在讲为国捐躯所以换言之嘛，他跟你讲说我跟俄罗斯血浓于水嘛。我讲到了里面他有一个晋升典礼，就是帮这些王者将士挂勋章。在我看的时候更恶心，你知道恶心在哪里吗？你们看到金正恩过来，抱了，先弄准。抱着他，拢着他还不够，然后呢还干嘛？摸摸他的头，
拍拍这些弟兄的头，你的痛我懂，你的伤痛我懂。我看到他抚摸那个士兵的头了，那个将官的头啊，但是他就是要呈现出一出大戏嘛。这个大戏是什么？对于这些人，每一条命都很重要，而且对于北韩都是失去他们宝贵英勇的宝贝。而且他在里面他特别讲了什么？他说：“当我站在阵亡士兵的遗嘱面前，我不知道该如何表达我的遗憾与歉意，因为我未能保护我们珍贵的儿子。”对，他是北韩之父啊，就是每一个子民都是他的孩子啊，每一个子民、每一个弟兄、每一个这些我们讲的年轻的这些热血，都是他的心头肉啊。所以换言之，他的意思在讲说什么？我愿意为俄罗斯付出这么多。你看看我跟我的铁血兄弟们，我付出多大的代价，对不对？而且他有公布影片哦，他为了公布这个影片，我觉得这个俄罗斯看了可能要起鸡皮疙瘩。为什么？因为他在跟你讲一件事情，我不是给你造假哈，我们是真的哦，在这些烈火里面、爆炸里面，在乌克兰的无人机攻击里面，在库斯克这个绞肉场里面，我们北韩的士兵付出鲜血，你有没有看到？我们是卖命的，用命帮你搏的。对，而且他很残忍哦，他是有把那个爆炸的画面、空投的画面、无人机攻击画面拍出来。你们知道拍出来下一秒是什么吗？下一秒是北韩士兵躺在那边的画面，就北韩士兵整个很辛苦，然后呢被打得头破血流，好痛，然后一群北韩人呢在那边非常的奋勇，甚至金正说，对，我就亲自看这些作战影片，我要看看我们这些18岁到22岁。这些年轻人在俄罗斯是如何付出他们的热血的？所以你想想看哦，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国看到难道不会起鸡皮疙瘩吗？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